哎呀，真是乱套啊！俺家俩孩子给他们的亲爹在海边挖了一个坟，但是虽然乱套啊，这个五一大胖媳妇给我感动哭了。俺们这家人五一去了阿那亚海边，到海滩上，贾奥达和拿铁就非常兴奋的要用沙子盖城堡。我说那好，然后我就去买饮料了，我让大胖媳妇看着他们。我再一回来，老远就看到海滩上有人围观，我过去一看，眼前一黑。首先，他们堆的这个城堡哈，我敢保证绝大多数游客他看不出来是个城堡，它更像是一个包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包的朝阳面上镶嵌着一张照片。更关键的是，在大胖媳妇的音容笑貌四周，它镶嵌着一圈哀伤的白边。最关键的是，我回来的时候，张拿铁正跪在土包面前嗷嗷哭。我说你们几个干啥呢？作什么妖？大胖媳妇很无辜，她说孩子们说城堡虽然盖好了，但是他们希望来海边参观的这些游客能知道是谁睡在这个城堡里面，所以他们最初是想把爸爸的名字写在城堡的前面。然后张拿铁呢说他爸姓 J， 贾奥达告诉他咱们的爸爸姓穆赫兰，你也姓穆赫兰。张拿铁说他不姓穆赫兰，贾奥达说那你除非你是捡来的。张拿铁就哭了，所以最后呢就放弃了写名。贾奥达说那咱们就不如把爸爸的照片直接放在城堡面前。大胖媳妇说我觉得孩子们的主意非常好，所以我就给他们了，我选了一张我最正经。我说那周围怎么还有一圈白边呢？大胖媳妇说我怕手机被那沙子整埋汰了，我找了一张面纸给它包上放那儿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你看拿铁还在我睡觉的地方的最顶部扣了一个白贝壳，不好看吗？看着我回来，贾奥达拉着我，妈妈你快来看看，从此爸爸永远幸福快乐的睡在这里。那妈妈你现在决定一下，你是参观人还是入住人？我说我现在属于喂亡人，喂亡人。就这大胖媳妇还倡议呢，说母亲节快到了，咱们给姥姥和妈妈也各自来一套海景房吧。爸手机里谁的照片都有。我趁我妈还没听清，我赶紧找补。但是幸亏我给我妈准备了真正的母亲节礼物，欧莱雅母亲节礼盒，送妈妈绝不出错，一套满足妈妈日常护肤需求，复颜水乳有效改善皱纹松垮和暗淡，帮妈妈找回年轻时候的状态，还有个大帆布袋，用着很方便。然后第二天呢，我们就去骑马了。本来贾奥达和张拿铁都有点不敢骑，有点拒绝，但大胖媳妇答应他们一起骑，说你们在哪儿，爸爸就在哪儿，肯定就在你一害怕就能抓住爸爸的地方，跟你一起驰骋。结果到了那个地方，人家要求小马必须1.2米以下，大马必须90公斤以下，他横竖都超了。但是为了完成他的承诺呢，他是这么做的。勇敢勇敢我的朋友，就算明天没有彩虹，阳光总会在风雨后照在心里那片天空。勇敢勇敢我的朋友，就他这种大胖子，这几圈下来，我天，要了命了，人也不停，陪到最后。我看他累成那个样，我说你干啥呢？你也不年轻了，而且你说你跑的那个样，人孩子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他说的话给我整的泪如雨下。他说，哎，你告诉我实话，在中国文化中，昨天孩子给我挖的那个睡觉的地方，是那种一睡就睡挺长时间，对不？我说对。他说，所以我刚才就在想，昨天那一幕最终会来的。我要是能像今天的我一样，该多好！你们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孩子们不管在哪儿跑，我就在旁边陪他们跑。不管多大了，在干啥，我永远就在旁边，在孩子们一害怕就能抓住爸爸的地方。这外国人呢，第一次来中国过五一是什么感受？首先呢，关于调休这个事儿，他是被调完才明白的。4月份他就开始嘚瑟，给他加拿大的老母亲打电话说，还有1个月，我有5天的假期，你没有吧？这也太美好，5天。5月到了，假期之前那个周6，人家没上班，被学校打电话给叫学校去了，给他批了一顿，懵乎的上了一天班，回来问我为什么要上班啊？然后5一终于到了，他一看日历，说这头2天本来不就周末吗？我说对呀。他说那前面我上1天，后边我再补1天，2天还本来就周末，那整老半天看着放5天，实际放1天呢？我说对呀，所以叫五一嘛。他说长假的假是不是也念假？我说是。他说那就对了，以为是长假，实际上是假长，是假长。然后他妈给打电话，哎呀，听说5天假期怎么样啊，儿子？他说哎呀，这5天咋说呢？这假的放法吧，就跟我这头发似的，中间秃了，左边拽过去2根儿，右边薅过来2根儿。就为了这个海市蜃楼的效果，在大大的脑袋上扒拉扒拉扒，就为了看着多一点，就死气白咧抓，抓完能咋的？你说自己25根头发不知道吗？25根头发不知道吗？虽然对调休这概念不是很适应，但是假一放了就是乐，就是要出行，就是要游山玩水。我一寻思五一那个人，我就哪儿也不想去，他非要出去，最后只能折中找了一个离北京不到2小时的地方，叫古北水镇，说要自驾去。我们家这次开的是理想 L7家庭5座新旗舰，你看这个超大后备箱，那简直就是初中 QQ 空间的5，主打一个能装。我就发现不光是他，我认识的所有外国人基本都是，就特别容易开心，啥事下就燃起来。开车跟导航说话也开心。本来我说我开车，他说他刚考下来本，兴奋的他开。然后他学车练车啥都是在英国，跟咱所有东西都反方向的。开车只要一拐弯就习惯性进人左车道，车里导航就一直说逆行，请回到正确车道，逆行，请回到正确车道。他跟我说，导航那小姑娘老跟我说你行的，挺治愈的，挺治愈的。那上路车开着那个慢呢，谁别他给谁让，谁插队给谁地儿，就是不着急。幸亏咱有 NOA 辅助驾驶。
补全大胖媳妇调休的智力。中间到服务站上厕所，出来门口蹲个老头，就要给他算一卦。我说你快走，他非跟人搭话。老头说，小伙，你先不用考虑收费的事儿，我就看你这个面相啊，你这辈子注定远行。他问我什么意思？我翻译完，他说好准呐！我说你有毛病啊！就你这脸还用卦算吗？谁看不出来你不是山海关以内的，不是山海关以内的。反正就是一个不紧不慢，下午1点钟出发去古北水镇，快4点到的。到那我说你们去排队，你们买票，我在车里休息一会儿。这车为女性打造，真舒服，给我待的都不想出车了。这还能变成我们都能躺下的超级大床。进到古北水镇已经快5点了，你找个这样对象吧也有好处，那叫一个错峰出行。没有人了。下了车往景区走，人就是个亢奋，跟早达说，哎，姑娘，这应该就是今天的第一个景点，我猜它是哪个名人的故居。早达过来一看说，爸，这是厕所，这是厕所。坐个乌篷船开心，看见远方的长城开心，泡脚池开心，尤其是到最后那个灯光秀和无人机表演，我和拿铁基本没啥大反应，外国队这俩看傻了。大胖媳妇啊，看过几次春晚这个舞台秀和奥运会开幕式之后呢，就有了一定后遗症。这后遗症啥呢？就只要看着一个点，就知道后边肯定有3步：变形、走位、出汉字、高端大气、上档次。那在铁岭过年的时候，要看着一个礼花邦家上天了，没出字儿，他回家都睡不着觉。但人这表演呢，其实就是简笔画，他读不出来就硬读。跟早达说，爸读出来了，你看天上是火箭。早达说，爸你不认字啊？那是北京，北京。我跟你们说，当你的伴侣莫名其妙开始减肥，肯定不是好事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以为他这样的男人应该是最可以放心的那种？不然呢？趁我出差，背地里已经开始主动约美女了。前2天我和他一起陪孩子出去玩，报了个舞蹈兴趣班。刚开始人不爱跳，跟我说，我有这个特殊的人设在，就是各种运动天赋异禀，用你们的话说，也叫苗子。我觉得这个人设咱们不要破坏它。我说你想多了，苗子。从你给你肚子上的肥肉助长开始，你早已给自己拔苗了。我咋劝都不行，直到舞蹈老师出现，一个甜美的微笑，苗子自己就上场了。哎呀，跳的那个认真呐！第2天我出差去，人自己带着早达就去了，还跟老师讨论。我觉得我的气质更适合 jazz， 而不是 hip hop。比起这个街头流行元素，我更喜欢那种魅惑张力。然后认认真真跳2点都不下课。关键是吧，他是奔着上次那个老师去的，这次这个他不是一个人，他都没看出来。舞社的人给我发视频说，哎，你老公自己来了，你咋没来呢？我才知道这事儿。你看看跳的，就是忘情，就是认真。哎，你看咱这苗子，落枕中带着丝滑，油腻中透着谄媚，紧紧跟随着老师，但没有一个动作做一样。你说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就再来一首，循环往复，这涂鸦艺术，随身听调高几度，随着音乐和步调的海。他回来我就问他，我说啊，听说你跳舞去了？他说我得减肥。我说我天天跟你说减肥，你咋不减呢？他说你不鼓励我，人家老师说我了，他说你瘦了也挺帅，就是我不带劲了。按着 I'm handsome。我说这句话里那个也呀，在汉语中不是递进，是假设。他说的意思是 ，if you are thin， 那么你可能handsome，不是 not only you are thin but also handsome。人不信，说我挑拨，明天还要去。